其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有些人呢，言之凿凿的说有；有些人呢，其实是疑心生暗鬼。这样吧，让我讲一个在坟场发生的鬼故事给你听。据说呢，是真人真事。恭喜你，又刷到了一部吓死过人的恐怖片，它就是号称香港影史上最长寿的恐怖片《阴阳路》。在当年的恐怖影坛，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相信很多70后、80后，甚至我们90后都看过，它也是最早的恐怖宇宙系列。1997年5月10号第一部上映后，就以惊人的速度在2003年完成最后一部，仅用6年时间就拍摄了19部作品，堪称香港电影史上最高产的恐怖片系列。今天小雨就开个新坑，咱们一起来回味这部恐怖系列神作《阴阳路》。3个年轻人阿乐、大毕和波仔准备庆祝生日，可因为没钱搞排场，居然选在坟地旁边露营烧烤庆生。我也是服了，依山傍海也就算了，可这周围全是墓碑，明眼人都知道这地方多不吉利。可阿乐偏不信邪，还从后山捡了块死人骨头，跟兄弟打闹起哄。这个东西后山多得很，小子拿就出来爽啊！到了晚上，就在3人酒过3巡，吹牛吹得正起劲时，一阵阴风突然刮来，阿乐瞬间倒在地上，把大毕和波仔吓了一大跳。对吧？哎，你干耍我呢？啊，怎么样了啊？阿 Ken， 哎呦，结果居然是他搞的恶作剧。下一秒，阿乐说要去后山拉屎，蹲在那儿的时候，居然看到湖里有个马赛克在裸泳。他也是够义气，提起裤子就跑回去喊兄弟。可等3人兴冲冲冲到湖边，那美女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海面平静的就像没发生过任何事。大毕这时候还不小心踩了一脚狗屎，当场就怀疑阿乐又在耍他们。更邪门的还在后面，等他们回到营地，旁边居然多了个红色帐篷，里面传来女人的声音，哥几个瞬间眼睛都看直了。就在这时，帐篷里走出3个美女。阿乐看他们活生生的肯定不是鬼，立马上前搭讪。哎，这个正点，这个我要。哎，那这个就是我的了。干什么？里面还没有人。自己看。都是年轻人，几人很快就打成一片，围在一起吃烧烤聊家常。就在这时，阿乐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个老婆婆在捡垃圾。老婆婆，让我来帮你。这么晚了，你还来捡汽水罐呢？年轻人，你怎么能看到我？那你真的要倒霉了。好心过去帮忙，结果老婆婆的一句话吓了他一身冷汗。话音刚落，老婆婆就凭空消失了。阿乐吓得魂不守舍，跑回去跟兄弟说，可大家压根儿没看见，还嘲笑他胆子小。牛奶妹趁机提议，咱们一起玩抄墓碑游戏，谁抄的最多最快，就能跟我优先深入交流。阿乐为了面子和美人，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结果刚走2步就遇到了守夜人何伯。年轻人，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你又在这儿干什么？对啊，我叫何老伯，是这儿的管理员。没有这种事情啊！你们不，我们是来玩的。对，别那么吵啊！不要吵到地下躺的人，如果让他们生气的话，没有什么好处的。殊不知这何伯可不是一般人。画面一转，阿乐在抄墓碑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恐怖的一幕，眼前这个墓碑上的照片居然跟牛奶妹长得一模一样。他吓得魂飞魄散，疯了似的往外跑，结果不小心撞翻了骨灰坛，一转头居然又回到了原地。阿乐吓得屁滚尿流，拔腿就跑。就在这时，那3个女人突然露出了真面目。你干什么？好痛哦！痛你不会拿下来啊？原来这些女人是大毕请来吓唬阿乐的。可聊到湖里的裸泳女鬼，还有刚才飘过去的古装女人，3个美女居然都说不是自己。这时候他们才后知后觉，或许他们是真的撞鬼了。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几人顺着阿乐抄墓碑的纸条开始寻找，万万没想到，居然看到了一座新坟，遗照上的人正是阿乐，卒日就是昨天。众人瞬间崩溃，立马想起了守夜人何伯，或许他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可来到山下，一个路人的话让他们彻底陷入绝望。这边是有一个管理员叫做何伯。何伯死了好几年了。就在几人不知所措的时候，阿乐突然出现，原来这又是他故意吓大家的。你过来，又来了。我是专程回来找你的。你不要吸我的血！你吸够了没有？还不够，能够亲一下嘴那就更好了。经过一晚上的惊吓，几人决定赶紧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可等他们坐船离开时，百度婆婆却突然说：“你们只有5个人呢。”你没有眼花吧，老婆婆？哎，快下来啊！几人猛地回头一看，阿乐正和何伯站在岸边挥手。原来阿乐昨晚早就摔死了，这个反转再反转，我着实是没想到。接下来咱们开始第二个故事，也叫阴阳路。钟丽缇饰演的杜太太冒着暴雨去古玩店拿给老公的结婚纪念日礼物，她透过玻璃门看到店里坐着个老婆婆，主动打招呼，却没人理她。等进屋问老板时，对方却矢口否认，说店里根本没有其他人。就在杜太太离开后，老板紧张地点燃3炷香祭拜。原来那个老婆婆是老板刚过世的老妈。另一边，杜太太的老公杜先生作为房地产经理，正带着客户和风水先生看完房子，可风水先生却直接泼了盆冷水。糟就糟在啊，这个主卧房面向东南，最糟的是向着正东位，乾坤卦象是2.5交叉，必伤主人啊。还有啊，这厨房啊坐落在西方，哎，这个火能克金，主破财呀。这厕所呢又在屋子的南方，这样水火不容，必伤心脏啊！杜先生气不打一处来，我辛辛苦苦卖房子，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当即吐槽风水就是封建迷信。可风水先生接下来的话让杜先生瞬间冒了一身冷汗。你看他坐为下角开叉，这个呢叫做水难相。能解脱的我就不说了。男人有这种面相啊，很容易被情所困扰。你呀，一定是周旋于太太跟情人之间。周重的话，不要说我说你坏话啊！原来坐在副驾的女人正是他的小三，老婆是钟丽缇，小三是郭可盈，这配置也是没谁了。话刚说完，路边突然滚来一块大石头，挡住了汽车的去路，这似乎是某种不祥的暗示。风水先生见状，立马下车，说什么也不肯再做了，这个大单算是彻底泡汤了。与此同时，杜太太这边开车途中被树枝砸中车窗，就在这时，龙婆突然出现，敲着车窗提醒：“小姐，你没事吧？”“没事，我没事。”“没事，就别再往前走了，前面很危险哦。”可杜太太偏不听劝，依旧往前开。果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人，他为了躲避行人，一把方向就冲下了山坡，当场昏迷过去。而车上坐着的居然是阿乐。画面一转，客户和风水先生下车后，杜先生和小三就在车里大吵起来。“我知道你现在是玩我玩腻了，你想把我甩掉。”“拜托，当初说好这是个游戏，游戏总有结束的一天嘛。理性一点 ，OK？” 这真是标准的渣男语录。小三气不过，两人在车里扭打起来，车子失控，直接撞向山脚。这边杜太太醒来后，居然毫发无伤地赶到了餐厅，这点着实出乎我意料。咱们接着往下看，餐厅因为暴雨歇业了，杜太太赶紧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婆，我已经来了，怎么没看到你的车啊？你在哪里？”“老公，你在什么地方？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没有看到一部车进来啊！”“我现在已经到相思湾渔村停车场了，可是这里一辆车都没有啊！”“我的车就停在门口。”“为什么我看不见你啊？”“不可能。”“怎么会呢？我就在这里啊！”两人明明在同一个地方，却互相看不见，这场景想想就头皮发麻。就在这时，巡逻警察上前询问，
谁知电台里突然传来一个恐怖的消息，不是湾道近212地段附近发生坍方事件，有一辆自用车被活埋，请尽快派人支援。车牌号码是1G4029，over。原来杜先生的车早已被泥石流掩埋，他救了小三，自己却葬身沙石之中。杜先生是凭着死后的执念赶到餐厅赴约，而杜太太能看到鬼婆婆，也早就预示着她的运势走低。这种阴阳两隔的遗憾，其实比鬼更让人难受。下面咱们开始第3个故事，红当当。这个故事堪称禁忌科普现场，看完之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乱穿衣了。大臂和波仔带着啾啾去祭拜阿乐，可啾啾居然在墓园里像逛街似的盯着上一个故事里死去的杜先生的遗照，随口调侃：年纪还这么轻就死掉了，而且长得还蛮帅的，真可惜。说完还伸手去摸灵位。兄弟们，相信大家都知道，祭祖的规矩就是不乱看、不乱摸、不乱说，这3条规矩他全犯了。果不其然，离开墓园的时候，啾啾的屁股上赫然出现了2个鲜红的大手印。晚上他回到小区，看到物业管理员躺在大堂一动不动，他也没在意，转身电梯正好打开，想都没想就进去了。坐电梯到3楼时，电梯门突然开了又关，明明没人，却像有人在恶作剧。回到家，啾啾发现门口有双黑色鞋子，他也没在意，洗完澡就直接睡觉了。第二天，啾啾像是彻底变了个人，整天穿着红色衣服，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在他们疯玩了一整天，回家后，啾啾就开始对着空气玩起了叠罗汉。这还没完，第二天他居然穿着红色衣服跑到杜先生的墓前去看望他。看到啾啾这几天的异常，大臂和波仔越想越不对劲，赶紧跑去啾啾家。结果刚一进门，就看到啾啾还在对着空气瞎比划。可谁知下一秒，两人被一股不明力量揍了一顿。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真的好邪门啊！这个怎么办？快！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刚出门就撞到了一个叫一颗痣的大师。你很面熟啊！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你看清楚没有？看到没有？不要管他了，我们走了。等，哇，看你们2个样子，乌云罩顶，是不是碰到什么鬼怪了？这大师也是个奇葩，主动要求帮他们看看事。没想到这大师还真有2下子，只对着旁边昏睡的大叔耳边说了一句话，大叔就立马坐了起来。大叔，你老老实实回答我，最近这里发生什么事了？没有，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想清楚一点哦。住在3楼的那个老婆婆上个星期死了。3楼的老大叔刚说完情况，几人赶紧上楼，电梯依旧在3楼准时开门。可大师下一秒就对着空气热情打招呼：老婆婆，你慢慢走啊，真的要谢谢你，拜拜。终于到了啾啾家，大师一眼就发现了阿飘，当场就开始一顿嘴炮。你太过分了，你不给我面子吗？我去你妈的！你这混蛋，淫荡好色，卖友求荣，贪生怕死，见异思迁，背信忘义，虽无过犯，面目可憎，头大无脑，脑大长草，炒作深绿。我去你妈！谁知下一秒，大师就被鬼揍了一顿。看来这鬼也是个好面子的主。挨完揍，杜先生的鬼魂居然真的走了，啾啾也恢复了正常。大臂和波仔问起原因，大师说出了真相。我大姨让他揍我一顿，他才肯离开。这操作我也是万万没想到，驱鬼居然还能这么玩。不过这故事也提醒咱们，民俗禁忌真的不能碰，乱说话、乱穿衣真的会惹祸上身。好了，咱们继续第4个故事，陀地位。这个故事堪称我的童年阴影，直到现在，我进电影院还会下意识避开某些座位。吴志雄演的大逼哥带着女友去看自己主演的电影，因为前面的人挡视线，俩人直接就坐到了售票员特意留出来的陀地位上。售票员赶紧警告他，这是留给鬼的座位，不能坐。可大逼哥偏不信邪，没人坐，我凭啥不能坐？售票员眼看劝不动，只能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没再多说。电影看到一半，女友想去厕所，非要大逼哥陪着。可女友刚进隔间，就有一个皮球滚了进来。去了，赶快去捡。
第3次踢出去，居然滚进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而大臂哥憋不住跑去了男厕所。谁知清洁工大爷跟他说了句奇怪的话：那些坏把我的房子变成茅坑，都臭死了。你说什么啊？胡说八道！就在他哼着小曲上厕所时，恐怖的事儿来了。他听到隔壁有女人在唱歌，低头一瞅，居然看到一双绣花鞋。等他慌慌张张走出隔间，外面哪儿还有什么清洁工？他赶紧低头再看，绣花鞋也没了踪影。就在他洗手的时候，诡异的一幕发生了。大臂哥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等大臂哥跑回影厅，看到女友的座位上坐着个女人，情急之下直接搂了上去，结果发现认错人了。那个女人掏出电影票，冷冷地说自己没做错。大臂哥吓得魂都没了，赶紧跑去女厕所找女友。就在这时，周围的灯光突然熄灭，他吓得四处乱跑，却陷入了鬼打墙，穿过一个又一个门帘，怎么都离不开这家电影院。终于找到了女友，俩人都吓懵了，找到安全通道就拼命往下跑，中途还遇到了致敬闪灵的双胞胎姐妹。小妹妹，大姐，请问出口在哪里啊？在那面。可这楼梯就像没有尽头似的，俩人怎么跑都跑不到头。最后俩人终于跑到了放映室，这时售票员让他们透过观察窗往下看。诡异的是，陀地位上居然坐着5个鬼，大臂哥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可下一秒，女友和售票员突然都不见了，他疯了似的跑回影厅，摇晃着观众大喊，结果发现所有人都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就在这时，大臂哥突然惊醒，还好刚才只是在座位上睡着了。等电影散场，大臂哥从兜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正是之前那个女鬼给他的，上面的时间居然是1967年。好了，4个故事都讲完了。其实《阴阳路》压根儿不是靠鬼片的噱头吓人，老港孔的魅力从来都是借鬼说人。那些抄墓碑的不敬，闯夺地位的胆大，祭拜时的口无遮拦，说到底都是少了一份对未知的敬畏。而杜先生的故事更是把人心的复杂、贪婪和自私扒得明明白白。现实里哪有那么多撞鬼的怪事儿？可比鬼更可怕的，从来都是身边那些没底线的人心、没分寸的言行。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禁忌，不是迷信，而是教我们守规矩、懂敬畏、知分寸。这也是《阴阳路》能成为经典的原因。时隔多年再看，吓我们的是画面，可真正记在心里的，却是那份藏在恐怖背后的人间道理。好了，我是小雨，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